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车前草搭配鸡蛋，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，它能够帮助你解决很多的大麻烦，简单方便，省钱又实用，好处真的是拿钱都买不到。这是老一辈人留下来的传统方法，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。下面就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车前草是农村常见的一种植物，千万别小瞧了它。这种草喜欢生长在路边，别人看它不起眼，它可是一个宝。在古代，无论路上行走的是官车、私车、牛车、马车、人力车、行车、战车，车行走的路旁总是有这种草。只是为什么一定要叫做车前草，而不是车后草或车旁草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故事了。相传西汉有名将军叫马武，他在与匈奴对战时被敌军围困，而当时正好是6月，天气闷热无雨，士兵和战士饥渴交加，肚子呈现出胀而且痛苦之状，而且拉尿的时候会痛，且带有血红出来。水军的那些郎中诊定这种为尿血症，苦于无药，郎中也是束手无策。后来为马夫发现用几匹马不尿血了，而且很有精神，不再是那种病殃殃的样子。观察后发现，这几匹野马啃食的附近地面上生长的有恶心野草，他自己试了试，病情果然好了很多。马武问他这草在哪里找的，车夫说就在战车前面的荒地。马武哈哈大笑道，好个车前草。车前草的叶生长特别有趣，是按螺旋状排列，每2片叶子之间交角都是结构合理整齐，所以叶子能够得到充分光照。建筑师也仿此设计出的楼房，1年4季均有阳光照射。车前草我们先将它处理一下，将里面残留的一些杂草杂质给它去除干净，还有一些黄掉的或者是烂掉的叶子也要将它去掉，然后再用剪刀将车前草的根茎剪下来，这样更加方便清洗。然后将它放入大盆中，剪下来的根茎也不要扔掉。车前草全身都是宝，根茎的营养价值也是很高的，可以把它洗干净了之后煮水喝，好处多多。现在往里边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再加入1勺食盐，将食盐搅拌溶解，然后再下手把车前草清洗干净。大家都知道车前草是生长在泥土里的，难免会沾染很多的灰尘和杂质，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将它清洗干净，这样我们吃着才会更加的放心。然后再换清水将它多漂洗几遍，这样清洗过后的车前草就很干净了，大家也可以很放心的去食用。洗干净之后将它控水捞出，用剪刀将车前草剪成小段，这样既能方便出味道，也能减少煮制的时间。接着再将它倒入锅中，往里边加入适量的清水。这里大家要记住，千万不要用铁锅，铁锅煮出来的汤水会有股铁锈味，吃着口感很不好。水的量也要一次性加够，中途不要再加水。搅拌之后，开大火将它煮开，然后再转中小火煮上10分钟的时间，将里边的营养充分的煮出来。趁着这个时间，准备2个鸡蛋打入碗中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使蛋清和蛋黄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鸡蛋的营养特别丰富，每天吃上2个鸡蛋，它能够给人体补充所需要的营养成分。多搅拌一会儿，这样蒸出来的鸡蛋才会更加的细腻。
搅好之后先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来看看车前草已经煮好了，打开盖子，就能够闻到一股热气腾腾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里边的营养成分已经充分的煮出来了，汤水的颜色也变深了很多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，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用漏勺把里面的残渣捞出来，尽量给它捞干净一些，这些残渣就可以直接扔掉了。然后把煮好的车前草舀入碗中，让它自然放置温热。掌握不好水温的朋友，可以用手放进去试一下水温，不烫熟的情况刚刚好。然后再把放置温热的车前草水倒入鸡蛋液里边，接着用筷子搅拌均匀，使鸡蛋液和车前草的水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车前草的水温一定要掌握好，温度不能太高，要不然就直接冲成鸡蛋花了。水温太高，蒸出来的鸡蛋会特别的老。用筷子搅拌过后，上面会有很多的泡沫，用勺子把这些泡沫撇干净。蒸出来的鸡蛋嫩不嫩，这一步也非常关键。水开之后，将它放入蒸锅中，扣上一个盘子，防止水蒸气滴落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开大火给它蒸上1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现在我们来看一看，蒸好的鸡蛋液特别的光滑，而且像豆腐一样鲜嫩，也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的。车前草搭配鸡蛋，好处真的是很多。这个是老一辈留下来的方法，做法和食材都非常的简单，但是它的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。赶快收藏起来，回家做给家人试试吧，你一定会回来感谢我的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